我們一般說讀書改變命運，指的是通過高考然後改變了命運，但實際上讀一些好書，它真的能夠改變你的認知，從而塑造你的人格，改变你的性格和看待世界的方式。通過這樣间接的方式，讀書也是可以改變命運的。我自己對此有非常深的體會，因為我從小在大家眼裡都是一個智商比較高，但是情商非常低的人。很多人覺得我這樣的人是书呆子，在社会上是混不開的。從小到大也的確如此，因為可能家庭教育在人際方面比較缺失，所以我確實從小都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人，也沒有當過什麼班幹部、什麼學生會幹部之類的。大家也覺得我沒有工作能力，沒有領導能力，除了讀書什麼都不會。但是我確實因為幾本書完全改變了我的人生，我現在混得比大部分复旦同學都要好。雖然我天生情商比較低，家庭情況也比較差，但是有幾本書真真正正做到了改變我的命運。這期視頻就想跟大家來分享這些改變我人生命運的書。那我們就快開始吧。第一本書是最經典的《人性的弱點》。這本書你一定聽過，因為它特別出名，特別經典。你肯定在網上也會看到很多人說它也沒有那麼有用，有點名不副實。但你也一定看到有些人會說這本書改變了他們的人生，有的人会像聖經一樣把這本書一直帶在身邊，然後隨時可以觀看這本書。對我自己而言，我覺得這本書對我影響非常大，我也身邊有好朋友讀這本書覺得收穫不大的。我覺得主要的差別在於你有沒有把就是你生活中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帶着那些問題去讀書。你一邊看書的時候，再把這些書上的道理再運用到實際當中去，還有自己改变的動機強不强烈，你自己想不想要改变，想不想要通過看書來改变。看书跟看书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你只是隨便的看一看，跟你特別想要找到你人生的答案，這種心態去看書是完全不一樣的。我看了覺得對我幫助特別大，因为我本身是情商非常低，不知道怎麼跟人相處的書呆子。但有的朋友他看了覺得沒有什麼幫助，是因為有的人本來就在社交場合是非常受歡迎的，從小到大本來就比較擅長跟人打交道，所以可能有的人翻一翻，他只是覺得有點意思，或者說都是些大道理，可能也不會放在心裡。但如果你是跟我一樣情商不是很高，人際關係方面有遇到挫折的人，你帶着問題，帶着想渴求真理，想尋找人生的答案這種想法，帶着強烈的改變的動機去讀這本書，這本書一定會改變你的人生。而且這本書是常讀常新，一開始讀了你可能會有些幫助，然後對你自己有些改變，但是過了段時間以後你會忘記了，或者發現自己做的沒有那麼好，你時不時把這本書拿出來翻一下，又會有新的收穫，新的感受。因為它是一本實踐性非常強的書，跟實際生活中你遇到的一些場景是非常貼切的，你會在書上看到你過去的一些經歷，然後你把它結合起來看，跟自己的反思結合在一起，就會對你有最大的幫助。每個人最關心的話題就是他自己，所以跟人聊天的時候就應該圍繞着別人的話題來轉，說對方感興趣的話題。跟人交談一定要盡量能夠給到對方價值，這樣別人才會喜歡跟你聊天。這些道理都是我從這幾本書上看到的，我覺得對我的人生是有質的變化的。那第二本書是高效能人士的7個習慣。這本書我在我的頻道裡講過，出過很多精讀的系列，因為我覺得這本書是真的特別好，而且它是屬於那種字字珠璣的類型，有很多精彩的段落，講了很多精彩的觀點，都是能夠給你的心靈帶來一些衝擊的，對你的認知有一些提升的。它不是你網上比如說一搜，你會發現高效能人士的7個習慣，具體是哪7個習慣，你看了以後你不會覺得有什麼，但是你這本書從頭到尾讀下來的話，你能真正深入理解，用心去看這個作者想要傳達的意思。這本書是不能用 AI 來讀的，也不能去只是看一個大概了解7個習慣是什麼，這一點用都沒有，一定要仔細去看才行。因為它的精華都在它闡述這些道理的這些段落裡面，是具體的一些細節去幫助你去提升這些認知的，你只是看這個是沒有用的。如果我現在馬上死去的話，我的遺書一定是讓我的孩子去讀這2本書，
就是《高效能人士的7個習慣》和《人性的弱點》，這2本書是我覺得對一個人的人生会有最大的幫助的。人性的弱點會教會你怎麼去跟人相處，高效能人士的7個習慣是不僅僅是人際關係，而是你做事情，整個在職場、在社會中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對別人有用的人，能做成事情的人。這是高效能人士7個習慣這本書教給我的。我覺得看完以後，工作能力會有很大的提升。並列第3有2本書，一本叫《心流》，就跟我們講什麼是一個心流狀態，怎麼樣進入一個心流狀態，得到心流狀態會有什麼好處等等。並列第3的第2本書叫《活法》，是稻盛和夫的。稻盛和夫是一個特別值得尊敬的日本企業家，他對工作的那種態度還是非常感染人的。他就把他對工作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寫在《活法》這本書裡面。這2本書給我的改變是對工作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你會在網上看到很多言論，就覺得打一份工，你就做對得起你工資的事情就可以了。比如說我就是5000的工資，那我就做5000工資該做的事情，多一點我是不幹的。網上有很多類似這樣的言論，他們這些其實都是一些普通的、平庸的或者是失敗者的一些言論。在工作中其實不能這麼斤斤計較的，而且对自己的發展也是不好的。就像稻盛和夫說的，工作要全心全意，要很用心的去認真的對待每一件事情，做事一定要用心，因為你的生命就是由這樣一個一個用心的時刻組成的。如果敷衍了事，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種浪費。而且我自己之前有抑鬱的傾向，以前我大學的時候、研究生的時候都沒有好好學習，天天都是一種無所事事的，沒有目標，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前途是什麼。整個人那種很閒着的那種狀態，沒什麼事情幹的這種狀態，就是會很容易焦慮，很容易抑鬱，無事生非，然後就會陷入抑鬱。你發現如果你忙起來，你認真的做一些事情，你陷入心流狀態，你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生活中，整個人的狀態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我覺得這2本書也對我人生有很大的改变，对工作、对生活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我不會太去計較我這份工作我應該做什麼，而是只要公司裡有什麼事情，我都會去把它往我身上去攬。因為我覺得多做點工作其實也沒什麼，而自己也能獲得很多的快樂，會比較充實，整個人精神狀態也比較好。你對待工作很用心，你就覺得你在公司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人，會覺得你的每天工作生活都是有意義的。這樣態度改變了以後，抑鬱的情況就很少發作了。所以這2本書對我改變也是非常大的。然後並列第4有很多書都是講兩性關係的，情場上這些事情的，有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愛。這本書名字特別俗氣，但其實這本書還是有一些道理的。然後還有一些給女生的書，比如說叫《戒律》、壞女人有人愛、30歲之前別結婚，這幾本也是還不錯的。比較高級一點的有《愛的藝術》、親密關係，是男女生都適合讀的。總之跟談戀愛相關的書我看過很多，很難說是哪一本書完全改變，但是因為讀了很多書以後確實改變了我的人生。因為我本身是比較戀愛腦，又結婚狂，特別害怕孤獨，喜歡看韓劇、看言情小說，這種對現實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所以情場方面也是屬於比較弱智的那種。但是結婚這件事情對人來說可能是一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選擇。婚姻的話就像你重新投了一次胎一樣，原生家庭对我們每個人的影響有多大，這就不用說了，但結婚其實影響也是差不多大的。你跟一個人結婚，你會受他很大的影響，包括親密關係質量怎麼樣，感情怎麼樣，他的性格、價值觀、人生觀，這些各方面都特別重要。所以我很慶幸我年輕的時候讀了挺多這些書，把我的戀愛腦給治好了。就有一天我看了這書以後，不知道是哪一本，但是就突然意識到男的跟女的真的是有差異的，所以跟男生相處確實是要跟女生相處是有些不一樣的，所以我會更加尊重男生的想法，他們的感受就會順利一些。還有像《愛的藝術》那本書裡面有說到，他覺得愛是一種藝術，我覺得這個說法特別的精妙，
是有天賦存在，也需要知識和努力的一種藝術。它是一種主動的選擇，不是一種被動的墜入情網的感覺，這兩者還是不一樣的。總而言之，讀了那些情感方面的書，確實也是對我人生有極大的改變。因為看到很多人戀愛腦，可能婚姻嫁的也不好，就整個人生都被毀掉的那種很慘的一個狀態。這個不管男生還是女生都會遇到這個問題。如果婚姻對象選的不好，或者說因為在這種情感關係上掉鏈子的話，也會墜入深淵。所以我建議大家不要害羞，還是要讀一讀。最後再分享幾本書，我覺得也是很有收穫的。一本是我很早就讀過的一本，叫《如何掌控自己的時間和生活》，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這些書都是教你去怎麼識別最重要的那些事情，把集中精力都放在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上面。做事情一定要分轻重緩急，然後一定要抓住那些最關鍵的東西，把最關鍵的事情做好，這樣人生就不會掉鏈子。我們不一定要像老黃牛一樣，每天都是勤勤懇懇，一點一點在啃田地。有時候關鍵的時候要像獵豹一樣，比如說唰的一聲，你就去把獵物給捕捉住。平時你可能在韜光養晦或者在積累都 OK， 但實際上我們在經驗中看到的其實就是關鍵的節點一定要抓住，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做好。當然，如何掌控自己的時間和生活，這本書裡面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們把我們的时间、我們的精力管理好，這樣就是相當於可以管理好我們整個人生。比如說他建議我們問自己一個問題，就是此時此刻我怎麼樣最有效的利用我的時間，就经常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目前當下這一個時刻我這個時間應該怎麼花，經常反省自己這個問題，就可以提高我们对時間的利用能力。好的，以上就是我把我這輩子讀過的幾百本書裡面挑出幾本我覺得對人生改變最大的書。如果你帶着你對人生的困惑去讀這些書的話，一定會對你的人生有很大的啟發。很多好書讀一遍是不夠的，你需要反覆的一遍一遍的去閱讀，才能真正體會到書中的含義，才能真正的提升認知。我們一直說你的認知決定你的階層，那怎麼提升認知？其實讀書就是最好的方式。那你有什麼好書，歡迎在評論區下方給我推薦，我們一起來閱讀。如果你喜歡，請幫我的視頻點個讚。我們下期再見，拜拜。